大家好，我们向大家朗读欧盟简本，这是我们从简本出版社获得的独家授权。欧盟简本，欧洲多国联合体。欧洲联盟 EU 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共同覆盖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步是促进经济合作，其想法是相互贸易的贸易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更有可能避免战争。此后，欧盟已发展成为一个允许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并推出了单一货币欧元。目前其27个成员国中有17个使用欧元。欧盟还与北约密切合作，制定了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导言：欧盟简史。欧盟 EU 是28个成员国之间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关系，共同覆盖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步是促进经济合作，其想法是相互贸易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更有可能避免冲突。其结果是1951年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6个创始成员国是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罗马条约于1958年生效，该条约是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的组成部分。丹麦、爱尔兰和联合王国于1973年加入，希腊于1981年加入，葡萄牙和西班牙于1986年加入，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于1995年加入。2004年又有10个国家加入欧盟：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马耳他、波兰、斯洛伐克和斯洛维尼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克罗埃西亚于2013年加入，最近于2020年加入，北马其顿和黑山加入。欧盟在成立之初取得了几项重大成就，最引人注目的是创建了单一市场，实现了欧盟内部商品、服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28个成员国中有19个使用欧元，也促进了经济合作和稳定。欧盟还对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了关于气候变化、空气和水质等问题的开创性立法。欧盟不是像美利坚和众国那样的联邦，它是主权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成员国在许多政策领域保留自主权，但他们在某些领域集中了主权，以便更有效的合作。欧盟以法治为基础，它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所有成员国批准的条约之上。欧盟由3个主要机构管理：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是唯一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欧盟机构。成员 MEP 每5年由所有28个成员国的选民选举产生。欧盟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的部长组成。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提出立法并确保欧盟的条约和法律得到维护。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最高法院，它位于卢森堡，其作用是解释欧盟法律并确保其在所有成员国中以相同的方式适用。欧洲央行负责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欧元，28个成员国中有19个使用欧元，其余9个成员国拥有自己的本国货币，但已承诺未来采用欧元。欧盟建立在民主、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原则之上，这些原则载于欧盟的条约中，并反映在其政策和行动中。欧盟致力于促进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它与伙伴密切合作，在全世界促进民主、人权和法治。欧盟也是一个主要的援助捐助国，致力于消除贫困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第2章，欧盟概述。欧盟 EU 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它始于第2次世界大战后，旨在促进经济合作，其理念是各国共同努力更有可能避免未来的冲突。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单一市场，允许货物和人员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以及一个单一货币欧元，由其27个成员国中的19个使用。欧洲联盟
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随后是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和1967年的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92年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盟并创造了欧元。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对欧盟进行了改革，使其更加高效和民主。欧洲联盟以法治为基础，其成员国已同意遵守一套共同规则。这些规则载于具有约束力并得到所有成员国批准的条约中。欧盟有自己的机构，包括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欧洲法院和欧洲中央银行。欧洲议会是唯一直接选举产生的欧盟机构，它由欧洲议会 MEP 的751名成员组成，他们每5年由所有28个成员国的选民选举产生。欧洲议会议员代表欧洲公民的利益，并被组织成政治团体。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它由欧洲理事会任命的28名委员和欧洲议会选举产生的主席组成。委员会负责提出立法、实施决策和管理欧盟的日常业务。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决策机构，它由28个成员国政府的部长组成。理事会根据所讨论的领域以不同的形式举行会议。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最高法院，它设在卢森堡，由每个成员国的1名法官组成。法院解释欧盟法律，并确保其统一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欧洲央行负责欧元区的货币政策，它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由使用欧元的19个成员国的国家中央银行行长组成。欧盟有自己的事业，用于资助有利于所有欧洲人的政策和计划。年度预算由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商定。欧盟的资金来自3个主要收入来源： Customs 关税、成员国的直接捐款、间接贡献、加值税和消费税。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欧元，其28个成员国中有19个使用欧元。欧元于1999年引入，目前有超过 3.2 亿人使用。欧盟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它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创建的，旨在促进经济合作并防止未来的冲突。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单一市场，允许货物和人员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以及一个单一货币欧元，其27个成员国中有19个使用。3、欧盟及其成员国。欧盟 EU 是一个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和政治联盟，主要位于欧洲。欧盟有一个单一的市场和一个关税同盟，它已经发展了一种共同货币欧元。欧盟还有许多其他政策，包括环境、农业和渔业政策。欧盟有许多机构管理，包括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欧盟成立于1993年，签署了马阿斯特里赫特条约。该条约将欧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并将欧元确立为其共同货币。此后，欧盟扩大到包括28个成员国。欧盟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共同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盟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步是促进经济合作、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目标包括促进和平与稳定，提高生活水准。此后，欧盟已发展成为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参与者，人口超过5亿 ，GDP 为18万亿美元。欧盟以法律为基础，行使民主职能。它由许多机构组成，包括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法院。这些机构共同努力制定影响所有欧盟国家的 LAWS 和政策。欧盟是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独特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共同覆盖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盟是在第2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个目标是促进经济合作、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目标是促进和平与稳定，提高生活水准。此后，欧盟已发展成为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参与者，人口超过5亿，GDP 为18万亿美元。欧盟以法治为基础，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运作。它由许多机构组成，包括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法院。这些机构共同努力制定影响所有欧盟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欧盟是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的独特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共同覆盖了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步是促进经济合作、煤钢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其他目标是促进和平与稳定，提高生活水准。此后，欧盟已发展成为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参与者，人口超过5亿 ，GDP 为18万亿美元。欧盟以法治为基础，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由许多机构组成，包括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法院。这些机构共同努力制定影响所有欧盟国家的法律和政策。4、欧盟起源和早期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领导人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组织，以防止再次发生此类冲突。第一步是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该条约将西联联盟确立为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和英国之间的军事联盟。西欧联盟成立于1951年，由欧洲煤钢共同体 ECSC 和欧洲防务共同体 EDC 组成。ECSC 最初是由法国外交部长罗伯特舒曼提出的，旨在通过惠及法国和西德的煤炭和钢铁资源来防止德国未来的侵略。EDC 旨在为西联汇款提供一支共同的防御力量。1957年签署的罗马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Euratom。欧洲经济共同体基于共同市场或自由贸易的原则，旨在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欧洲原子能联营条约为核能建立了一个共同市场。1967年，这3个社区合并为欧洲共同体 EC， 该共同体有自己的机构：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部长理事会和欧洲法院。欧洲议会的第一次直接选举于1979年举行。1986年通过了单一欧洲法案，该法案使成员国致力于实现单一欧洲市场的目标。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盟 EU， 为创建单一欧洲货币欧元铺平了道路。该条约还创建了欧洲公民倡议，允许公民提出新的欧盟法律。自成立以来，欧盟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发展。2004年，欧盟的扩大增加了10个新成员国，主要来自中欧和东欧。随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于2007年加入。2009年签署了里斯本条约，对欧盟进行了一些修改，包括设立欧洲理事会主席职位和引入欧盟基本权利图表。欧盟最近的扩大是克罗埃西亚于2013年加入。欧盟目前有28个成员国。5、欧盟二战后的历史。欧盟是一个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由27个欧洲国家组成，共同覆盖了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步是促进经济合作，其想法是相互贸易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更有可能避免发动战争。欧洲联盟植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灰烬，毁灭性的冲突使欧洲成为废墟，数百万人死亡，整个城市被摧毁。战争结束后，欧洲领导人意识到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来防止这种毁灭性的冲突再次发生。他们提出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想法，该共同体将会集成员国的资源，使他们更难相互开战。欧盟已从1950年代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27个。随着它的扩大，它的重点已经从纯粹的经济合作转向广泛的领域，包括环境、人权和外交政策。欧盟也已成为世界舞台上日益重要的参与者，致力于促进和平与稳定并保护环境。欧盟由27个成员国组成，每个成员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经济。欧盟从1950年代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27个。随着它的扩大，其重点已从纯粹的经济合作转向广泛的领域，包括环境、人权和外交政策。
欧盟以欧洲一体化的理念为基础，即欧洲国家走到一起，就共同的问题和问题进行合作的过程。欧洲一体化始于1950年代，目的是为商品和服务建立一个单一的市场。在1990年代初期，一体化的重点转移到创建单一货币，即2002年引入的欧元。今天，欧盟是欧洲27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 ，GDP 超过16万亿美元。欧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捐助国，在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主导作用。6、欧盟政治结构。欧盟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由28个成员国组成，它发展了一个超国家的政府体系。欧洲联盟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欧洲煤炭和 SDR 共同体成立，试图统一饱受战争蹂躏的大陆，并防止未来的冲突。随后是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旨在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市场。自成立以来，欧洲 Union 已经发展迅速，现在拥有超过5亿人口。欧盟有许多机构管理，这些机构共同努力促进成员国和欧盟公民的利益。欧洲议会是欧盟唯一的直选机构，代表欧盟公民的利益。议会由751名欧洲议会议员组成，每5年选举一次。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负责提出立法和实施欧盟的决定。委员会由28名委员组成，由成员国任命。欧洲理事会是欧盟的最高决策机构，由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组成。理事会每年至少举行4次会议，其决定由协商会议作出。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最高法院，负责解释欧盟法律。法院由28名法官组成，由成员国任命。欧洲联盟还有其他一些机构，他们在欧洲联盟的运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这些机构包括欧洲中央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监察员。欧盟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其超国家政府体系已经发展多年。欧盟有许多重要机构，他们共同努力促进成员国和欧盟公民的利益。7、欧盟经济结构。欧盟 EU 是一个由主要位于欧洲的28个成员国组成的经济和政治联盟。欧盟有一个单一的市场和一个关税同盟。欧盟的货币联盟欧元被其19个成员国使用。欧盟通过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标准化法律体系，发展了一个单一市场。欧盟悬与许多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16.8 万亿美元，人口 5.12 亿。欧盟成立于1958年，签署了罗马条约。该条约创建了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它是欧盟的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一个关税同盟，取消了成员国之间商品的关税。该条约还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 ECSC， 旨在通过将煤炭和钢铁型业国友化来减少成员国之间的竞争。该条约还创建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Euratom， 负责监管核能行业。单一欧洲法案 C 于1986年签署，并于1987年生效。战略环境评估是罗马条约的第一次重大修订。C 消除了贸易壁垒，使商品和服务更容易在欧盟内流通。C 还创建了欧洲单一市场，这是欧盟内部商品和服务的单一市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于1992年签署，1993年生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建立了欧盟。该条约还创建了欧洲货币联盟 EMU， 这是成员国之间的货币联盟。欧洲货币联盟创造了欧元，这是欧盟的官方货币。该条约还确立了欧盟公民身份，允许欧盟成员国的公民在任何欧盟成员国生活和工作。里斯本条约于2007年签署，2009年生效。里斯本条约修正了欧洲联盟条约和建立欧洲共同体条约。该条约简化了欧盟的决策过程，提高了欧盟的效率。该条约还建立了欧洲对外行动局，这是欧盟的外交部门。欧洲联合国是一个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政治和经济联盟，
主要位于欧洲。欧盟有一个单一的市场和一个关税同盟。欧盟的货币联盟欧元被其19个成员国使用。欧盟通过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标准化法律体系，制定了单一市场。欧盟悬与许多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包括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欧盟国内生产总值为 16.8万亿美元，人口为 5.12亿。欧盟法律结构。欧洲联盟是一个由28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组织。欧盟拥有单一市场，受欧盟条约管辖。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欧元和自己的旗帜。欧盟于1993年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成立。该联盟是欧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联盟。欧盟有自己的机构，包括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法院。欧盟是28个欧洲国家之间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该联盟以法治为基础，致力于促进人权、民主和保护少数群体。欧盟是联合国的创始成员，也是 G7、G20 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欧盟人口超过5亿，其经济是世界上最大的。欧元联盟扩大。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根据罗马条约成立，这是今天欧盟的开始。欧洲经济共同体最初由6个国家组成：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和荷兰。从那时起，欧盟已发展到28个成员国。最近加入欧盟的国家是克罗埃西亚2013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2007年，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匈牙利、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4年。1973年，当丹麦、爱尔兰和联合王国加入时，欧洲经济共同体首次扩大。希腊于1981年加入，西班牙和葡萄牙于1986年加入。1995年，奥地利、芬兰和瑞典加入欧盟。这种扩张通常被称为大爆炸扩张，因为它使欧盟的规模扩大了1倍多。2004年，欧盟进一步扩大，增加了10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斯洛维尼亚、匈牙利、马耳他、塞浦路斯和波兰。2007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成为欧盟第27和第28个成员国。2013年，克罗埃西亚成为欧盟第28个成员国。第10章，欧盟决策过程。欧盟 EU 是一个独特的国际组织。欧盟由27个成员国组成，他们决定共同努力促进和平与繁荣，保护其公民。欧盟以法治为基础，这意味着所有欧盟国家都必须遵守相同的规则。欧盟是一个永远在不断变化的专案。自首次设置以来，它的工作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欧盟不断变化，以满足其公民的需求。欧盟有自己的机构和决策机构。欧洲议会是欧盟的立法机构，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主要决策机构，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法院。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欧元。欧盟有自己的旗帜、国歌和标志。欧洲联盟建立在民主、尊重人权和法治的原则之上。欧盟对所有尊重这些原则的欧洲国家开放。欧盟致力于欧洲的和平与稳定。EU 是世界上一股向善的力量。欧盟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欧盟有一个拥有超过5亿消费者的单一市场。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和服务出口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援助捐助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贸易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葡萄酒生产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药品生产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品生产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11. 欧盟条约。欧盟 EU 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它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旨在促进经济合作，其理念是相互贸易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更有可能避免未来的冲突。欧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单一市场，允许货物和人员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就好像他们是一个国家一样。它有自己的货币欧元和自己的法律。欧洲联盟以法治为基础，这意味着每个成员国都受欧盟机构决定的约束。欧盟有自己的法院系统，确保欧盟法律在所有成员国都以相同的方式解释和适用。欧盟由几个不同的机构组成，这些机构共同制定决策并实施欧盟法律。欧洲议会是唯一一个由欧盟选举产生的机构，它代表了欧盟公民的利益。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它负责提出新的欧盟法律，并确保欧盟法律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决策机构，它由每个成员国的政府部长组成。欧洲法院是欧盟的法院，它负责解释欧盟法律，并确保其以相同的方式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欧盟有一个复杂的决策体系，可以在大成员国和小成员国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欧盟是一个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它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超级国家。12. 欧盟机构。1993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署，欧盟成立。该条约带来了欧洲共同体，这是一个拥有共同货币欧元的单一市场。该条约还创建了欧盟，它是成员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盟。欧盟有28个成员国，人口超过5亿。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和政治联盟。欧盟由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管理。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负责提出立法、实施决定和执行欧盟法律。欧洲理事会是欧盟的政治机构，欧洲理事会由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主席组成。欧盟理事会是欧盟的立法机构，欧盟理事会由成员国政府组成。欧洲议会是欧盟唯一直接选举产生的机构，欧洲议会由751名成员组成，由成员国公民选举产生。欧盟有许多政策和计划，旨在改善其公民的生活。欧洲联盟的政策包括向农民提供财政支柱的共同农业政策、管理渔业的共同渔业政策，以及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协调成员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欧盟还有许多旨在改善其公民生活的计划。欧盟的计划包括伊拉斯摩加计划，该计划为学生提供出国留学的机会；地平线2020计划，资助研究和创新，以及创意欧洲计划，支持艺术和文化。第13章欧盟政策。1992年，欧盟成立，作为促进二战后欧洲和平与稳定的一种方式。欧盟是一个由主要位于欧洲的27个成员国组成的政治和经济联盟。欧盟有自己的货币欧元和自己的旗帜。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其成员是世界上一些最发达的国家。欧盟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对全球经济具有重大影响。欧洲联盟也是对外援助和发展援助的最重要来源之一。欧盟的政策基于团结原则，这意味着所有成员国都致力于共同努力促进和平、安全和繁荣。欧洲联盟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保护其公民的权利。欧盟的政策旨在通过促进经济和社会凝聚力，保护环境以及确保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实现这些目标。第14章欧盟单一市场。欧洲联盟是由27个成员国组成的独特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共同覆盖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欧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第一步是促进经济合作，其想法是相互贸易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因此更有可能避免未来的冲突。
会员国还在国防、环境保护和刑事司法等其他领域集中主权，以便从这些领域的合作中获益。单一市场是欧盟最大的成就之一。我不允许商品、服务、金钱和人员在欧盟内部自由流动，就好像它是一个单一的国家一样。单一市场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它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使他们更容易在欧盟内找到工作和旅行。单一市场不仅仅是贸易，它还涉及确保人们和企业可以在欧盟自由流动，并且他们不会因其天生身份而受到歧视。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对工人、学生和公民的行动自由以及就业和获得服务方面的平等待遇有规定。单一市场也是增长和就业的驱动力。通过使欧盟内部的公司贸易更容易，单一市场有助于创造就业机会和增长。欧盟正在努力使单一市场更加有效，例如消除跨境贸易和投资的障碍，并使公司更容易在网上开展业务。单一市场是欧盟的核心，这是欧盟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欧盟正在努力使其更加有效。15. 欧盟经济和货币联盟。欧盟 EU 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它于1958年根据罗马条约建立，此后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共同货币欧元和共同贸易和安全政策的单一市场。欧盟有自己的机构、委员会和法院。欧盟的经济政策由欧洲理事会制定，欧洲理事会由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和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由欧盟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欧洲议会在欧盟的经济政策中也有发言权。欧洲中央银行 ECB 负责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欧元区由27个欧盟成员国中的19个组成。欧洲央行设定利率并实施其他货币政策，以确保欧元区的价格稳定。欧盟的经济政策侧重于创造就业和增长，以及提高生活水准和社会保护。欧盟还致力于减少不平等，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保护环境。欧盟的单一市场允许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并为企业创造了公平的竞争环境。欧元是27个欧盟成员国中19个的官方货币。欧盟已与70多个国家缔结了贸易协定，并正在努力进一步实现贸易自由化。欧盟也在努力减少欧盟内部的贸易壁垒，并为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欧盟致力于促进经济、社会和领土凝聚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欧盟的凝聚力政策有助于缩小地区之间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差异。欧盟还制定了一些金融工具，以支援欠发达地区的投资。欧盟的经济政策基于自由和不受扭曲的竞争原则。欧盟通过禁止卡特尔和其他反竞争行为来促进竞争，并保证国家援助不会扭曲竞争。欧盟还确保在欧盟经营的公司遵守欧盟法律，并确保欧盟公民在与欧盟公司开展业务时有权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欧盟正在努力创建一个数位单一市场，这将使企业更容易在线和跨境销售。欧盟也在努力降低移动漫游的成本，并改善宽频接入。欧盟致力于确保其公民拥有充分参与数字经济所需的技能和知识。欧盟正在投资教育和培训，并努力提高数位素养和技能。欧盟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它是联合国会员国，与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等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欧盟也是一个主要的发展伙伴，它通过欧洲发展基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欧盟的未来看起来很光明。欧洲联盟是一个独特的经济和政治伙伴关系，为非洲大陆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欧盟以法治为基础，由代表所有欧洲公民利益的机构管理。欧盟有一个单一的市场，一个共同的货币和一个共同的贸易政策。欧盟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是一个重要的发展伙伴。20结论：21世纪的欧盟。自1950年代
作为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以来，欧盟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今天，它是一个超国家组织，促进其成员国在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和一体化。欧盟的规模也在扩大，在2004年和2007年迎来了来自中欧和东欧的新成员。欧盟在21世纪面临许多挑战，从全球金融危机到持续的难民危机，但它也展示了其韧性，提出了创新的解决方案来保持欧盟向前发展。展望未来，欧盟仍然致力于和平、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核心价值观。有了正确的政策和举措，欧盟可以继续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股向善的力量，并成为成功的区域一体化的典范。结论：欧洲联盟是27个欧洲国家之间独特的政治和经济伙伴关系，其根源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盟已从1950年代的6个成员国发展到今天的27个。欧洲联盟的使命是促进欧洲内外的和平、安全与繁荣。欧洲联盟是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体系之上的，包括民主、尊重人权和法律规则。欧洲联盟致力于保护环境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欧洲联盟是一个开放、透明和负责的机构，致力于为其公民的利益而努力。谢谢大家收看。